女警正在查酒驾，一旁的警犬突然狂吠，很明显这辆车有问题。可随着后备箱打开，里面却是空空如也。赶来的老警只看了一眼，就断定下面装了暗格。他将2根电线一搭，暗格便自动开启。只见里面铺得满满当当。I have no idea what that is. I'll tell you what it is. It's heroin. 男人的身份很快被查清，他竟然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，生平没有任何犯罪记录，看起来应该是遭人陷害。汉克只想要一个名字，教授却一问三不知，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但毒品总不能自己飞进来吧？老艾决定从车里的暗格下手，他知道那是谁的手笔。他和道森来到改装店，询问教授的车是谁开来的。店老板当然不想惹麻烦，可道森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，因为这种店都会隐瞒现金收入。道森表示，如果他不交代，就给税务局的朋友打个电话，分分钟给他关停店铺。店老板只好老实交代，送车的是一个叫强尼的家伙。可等情报组突袭了强尼的住所，他已经被烧成了干尸。这下线索又断了。但细心的艾琳和小吉发现，洗漱台上有2支牙刷，柜子里还放着避孕药，种种迹象表明强尼肯定有个女朋友。他们很快查到女人上班的地方，女人却心有顾忌，因为在这一带的人们通常是不和警察说话的。但现在涉及到谋杀案，必须得让他提供线索。艾琳想到一个好办法。女人一听这办法可行，不但告诉了强尼同伙的名字，还提供了详细的地址。随后她按照艾琳的说法，冲着2人大喊她帮不上忙，让他们赶紧离开这里。小黑按照艾琳提供的地址，成功找到了强尼的同伙。但这小子眼够尖的，一眼就看出2人是警察，头也不回的拔腿就逃。2人在后面穷追不舍，男人一路跑到大楼边缘，这才被迫停下脚步。小黑急忙收起枪，表示他们不是来抓他的，只想知道是谁杀了强尼。但男人却说他一旦告密，对方不会放过他的家人。随后眼一闭心一横，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。2人急忙上前查看，男人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。线索到这里又断了。就在众人束手无策时，案情却突然柳暗花明。教授的妻子急匆匆来到警局，说自己的女儿被绑架了。绑匪说教授欠他们200万，1小时后拿钱来赎人，如果报警就直接撕票。真相终于浮出水面，原来教授生性好赌，却被人做局欠下巨额赌债，为了快点还清债务，这才偷偷帮债主运毒，却没想到毒品被警察缴获。绑匪知道货是要不回来了，这才狗急跳墙绑了人质。情报组立刻包围了交易地点，一行人谨慎观察着局势，果然在现场发现了人质。这时绑匪打来电话，问女人为什么没有出现。女人突然大脑一片空白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绑匪立即意识到他报警了，当即挂断电话准备撕票。汉克收到消息火速出击，几人有条不紊的推进，所到之处手起刀落，先后解决了2个放哨的。汉克更是霸气出击，毫不躲避的把对面打成了筛子。2枚闪光弹过后，最后1名绑匪乖乖束手就擒，人质成功获救。教授此时悔不当初，但世间哪有后悔药？他下半辈子只能把牢底坐穿了。